我也曲折迷离 ，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在之前关于南极的一期视频中，我们就谈到了很多人都猜想南极洲有可能是外星人的藏身之地，而神秘人布莱恩的爆料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由于卫星技术的发展，任何能够上网的人都可以访问南极洲的卫星图像。就在2016年，一张由卫星拍摄的南极洲的照片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位于南极山脉上的神秘洞口十分引人注意。它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入口的形状似乎是为了一种特定的飞行器所量身打造的。难道在南极洲的地下真的隐藏着外星生命吗？外星人的基地究竟长什么样子呢？事实上，有关南极是外星基地的证据还有很多，有来自主流科学媒体的报道，还有更多去过南极的人员的爆料。视频最后，我们还有卫星拍摄到的不明飞行器从北极直接飞到南极的证据。南极到底有没有外星生命？看完今天的视频，你可能就有答案了。作为地球上最后一个被发现的大陆，南极洲始终充满了无限的神秘感。科学家对南极的探索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就在2018年，一组研究人员公布了他们所追踪到的一个 UFO 的坠毁地点，就在南极的南乔治亚州。同时，这张照片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一条呈直线形状的刹车痕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好像这个 UFO 曾沿着冰面进行滑行。有人指出，照片中飞行器的形状与另一个太阳系中的神秘天体十分相似。这个神秘天体在2017年10月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为奥莫莫。最初，研究人员只是把它当成了一颗小行星，但在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无论是它的形状、运动轨迹还是加速度，都十分的与众不同。因此，哈佛大学的天文学系主席阿维勒布大胆地指出，说奥莫莫更可能是一个外星探测器。再来看这张南极 UFO 坠落地点的照片，人们发现这个巨大的好似长方体又似管状的飞船，似乎曾经因为某些原因撞击在了南极的小岛上，并沿着雪面滑行了几千米远。而根据哈佛大学勒布等人的测算显示，它的实际长度大约有46米，而且有可能如奥莫莫一般是一艘来自太空的宇宙飞船。一系列的情况表明，这艘宇宙飞船很可能经历了一次紧急迫降。那么，这张照片能否作为南极发现外星飞行器残骸的证据呢？而开头那张照片中的洞口究竟是不是通往地下外星基地的入口呢？人们众说纷纭。其实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发现南极地底其实一直在发生着奇怪的现象。更让人相信南极洲的冰层之下存在着外星生命的是主流科学界对冰下有可居住空间这一想法的支持。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曾提到过，南极洲有将近98%的地面都被厚达4800米的冰层所覆盖着。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南极洲厚厚的冰层下方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地下世界。这一切还要从南极的火山说起。埃里伯斯火山是一座位于南极罗斯岛的活火山。2017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这座活火山的附近发现了巨大的冰洞。由于火山口不断地喷出热气，冰洞内部分空间的温度甚至可以长期保持在22摄氏度。对于寒冷的南极大陆来说，这些地下的冰川洞口拥有着宽敞的保温空间，为生命的存活提供了最佳场所。同时，现代科技也让科学家们在这些地貌附近发现了更多的洞穴。据报道，其中一些洞穴的面积甚至有整个纽约曼哈顿岛那么大。很多人认为，南极洲巨大的地下空间完全可以被外星人用于建造基地。而事实上，外星人存在于冰冷的南极大陆，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猜想而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南极洲就有了外星人活动的迹象，而且很多人相信，美国海军甚至还在南极与外星人进行了一场海战。故事要从1938年的德国说起。在二战即将爆发之际，阿道夫·希特勒正在秘密寻找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古代遗迹。
据记载，希特勒从一些通灵者那里获得了一些消息，他认为南极的外星文明有着他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于是他很快将目标锁定在了遥远的南极。在1938年12月17日，希特勒派遣了一艘德国货船去执行一项在南极洲建立永久基地的绝密任务。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在二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希特勒居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到南极，他究竟在冰天雪地里寻找什么呢？传说后来德国人真的在南极的冰层下发现了一些巨大的相互串联的洞穴，其中一些甚至可以乘坐潜艇到达。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在南极的冰盖下建立自己的基地。而新世纪以来，科学家在南极洲的冰层下发现了相互连通的洞穴，似乎能够证实南极地下存在着大量洞穴，并不只是个关于纳粹的传说而已。还有一种说法是，德国人在探索南极的时候，还发现了非人类的存在，德国人与他们达成了合作，并共同在南极建立了基地。那么，德国纳粹真的接触过外星生物吗？这一点也许可以从后来美国与苏联的反应得到一些线索。1945年，纳粹战败后，美国和苏联都从德国招募了大批的顶尖的科学家，并派遣他们去南极执行秘密任务。当时的两个新兴的世界大国，除了知道德国有着先进的科技之外，是否得到了一些秘密情报？比如得知了纳粹曾与外星生物接触的事实，因此才纷纷在招募纳粹科学家之后，让他们去到南极执行秘密任务呢？想必兴师动众的军事行动绝不是空穴来风。随着更多信息被发现，很多人还相信美国海军在其中的一次南极行动中，还与外星人进行过一次海战。那是1946年的8月26日，一支被命名为跳高行动 Operation High Jump 的美国科学考察队启程前往了南极。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南极探险。同行的还有一支庞大的军事护卫队，其中包括13艘船、33架飞机和4700名士兵。美国海军甚至派出了一支潜艇和航母。试问一下大家，是什么样的科考需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呢？这次行动主要由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海军上将查理德·拜尔德所领导。他在参加了一战后成了一名探险家，并于1926年和海军首席航空飞行员弗洛伊德·贝内特一起完成了世界上首次飞越北极的创举。后来41岁的拜尔德又成了独自飞越南极的第一人，所以很多人认为由他作为这次特殊行动的指挥者是再适合不过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持续了9个月的行动还是发生了意外。据悉，拜尔德领导的队伍在南极洲遭到了袭击，而攻击他们的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南极的外星人。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几架外星飞行器突然从水中飞了出来，并袭击了拜尔德的队伍。出于防卫，拜尔德不得不指挥队伍进行了反击，双方还因此打了一仗。1947年3月，拜尔德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敌人，他能够在一瞬间从地球的一个极点到达另一个极点。接着，美国官方在1947年3月初宣布行动结束。这个有关外星人海战的故事的确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拜尔德在报告中所说的能够瞬间从南极飞到北极的飞行器，则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在70多年后的2018年，卫星图像捕捉到了一个惊人的画面，看起来就像是飞机划过天空所残留的尾迹，但事实上，只有在进行超高速移动的物体才可能留下一道如此之长的尾迹，并且这道痕迹一直从北极延续到了南极，贯穿了整个地球，也就是19300多公里之长。同时，研究学者指出，由物体移动所形成的尾迹最多只能保持30分钟，而且大多数在15分钟之内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只有一艘时速能超过8万公里的飞船，或者是比现在人类最快的飞机的速度还要快上10倍以上，才能够留下一个延伸了整个地球而不会破裂的轨道。而拥有这种速度的飞行器还没有被人类所发明出来，那试问它来自哪里呢？
在上一期视频中，记者琳达·莫尔顿豪通过采访布莱恩，获得了许多关于南极的惊人内幕。而在2018年7月，琳达幸运地采访到了另一名告密者斯巴达1号。这位告密者同样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他只透露了自己是一名退役的海豹突击队员，并向琳达透露了自己在南极期间参观过的一个古老的建筑细节。斯巴达告诉琳达，那是在2003年8月的一天，当时的他正在执行一项找人的任务，但当他和队友到达目的地时，却看到了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场景。只见在斯巴达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八角形结构的建筑，整个建筑如同从冰下钻出来一般，稳固地矗立在冰面之上。八角形建筑的每一扇门都一模一样，门的厚度从5.5米到9米不等。神奇的是，尽管这些门又大又重，斯巴达等人只用了一根手指就推开了门，仿佛没有任何阻力一般。走入建筑内部，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当时外面的温度至少是-4摄氏度，让斯巴达没有想到的是，建筑内部的温度居然能达到20至22摄氏度，非常的温暖宜人。他继续往里走，那些发着青绿色光芒的墙壁映入他的眼帘，墙壁上还排列着许多象形文字。据斯巴达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奇特的景象了，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光源来自哪里，却能把周围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南极竟然有着如此神秘的建筑，这些建筑的创造者会不会是曾经去到那里的先进外星文明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些外星人现在是否还隐藏在南极的某个地方呢？现在的我们还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越来越多证据的出现，南极的神秘面纱一定会有被揭开的那一天。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